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本书《罗生门》。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你一定听过这三个字。我们会看到某一些新闻的标题，发生了某一个恶性事件，到底谁在说谎？陷入了重重罗生门的迷雾中。比如说，某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彼此指责，到底谁说的是真相？这是一个罗生门。所以罗生门就是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的社会现实。那么罗生门到底是什么？它是一扇门，这扇门位于什么地方呢？它位于人间与地狱之间，所以它是一扇判断是非善恶的门。那它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叩问你的良心，所以它就有点像一枚硬币，正面是善，反面是恶。这扇门的旋转决定了你是善还是恶，一线光明，一线幽冥。我们常常说一念之间，那么心心念念怎么转化？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在《罗生门》这本小说中，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私欲撒谎，并在自己的谎言下心安理得的作恶。这句话就是这本书所有故事的纲领。所以你会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很阴暗的故事？我不要听，我喜欢温暖的、励志的。但这恰恰是我纠结了很久，下定决心，还是要给大家讲这本书的原因。我们不仅仅要告诉所有的人，有阳光，有温暖，有爱，我们还要告诉他们，阳光的背面一定有暗影。但正因为那些暗影，才教会我们说要珍惜阳光，要知道阳光有多么可贵。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来给大家解读这个故事。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真实的一面。如果你有勇气看见罗生门，你就能够在度过人生中很多艰难时刻的时候，拥有更多的选择。这个书的作者叫芥川龙之介，他的写作风格是非常奇异、自成一派的。有人就说，如果在西方找一个可以跟芥川龙之介对应的人，那就是卡夫卡；如果在中国找一个跟芥川龙之介对应的诗人，因为他的文字很诗性，那可能就是李白，因为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很飘逸和狂放。所以芥川的文字就是属于那种，你捂住他的名字，你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但你只要读几行，你依然能从这个字里行间认出他来，他就是独一无二，无人能比。芥川龙之介的一生非常奇特，他有一个疯妈妈，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事业失败，然后就把他送到舅父家里面做养子，所以他和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关系都很冷漠，他从来没有从父母那里感受过家庭的温情。他的舅父给了他一点点的关心，这也让他特别感激。等他成年之后也不是很顺遂，他的恋爱也失败，所以在35岁的时候他就自杀了。他这一生真的很短暂，短暂的30多年里，他写了150多篇短篇小说，他没有写过长篇，就和鲁迅先生一样，但就是这些作品奠定了他的大师级地位。中国读者可能对于芥川龙之介非常熟悉，我们知道日本有一个纯文学的文学大奖，就叫做芥川奖，对，这个就是他。然后我们也知道罗生门，黑泽明导演拍摄的那部电影，但我要讲的是，黑泽明导演拍摄的那部电影的罗生门和芥川龙之介小说的罗生门是不同的两个故事。我们先来说说，在原著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中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小说的第一句话说，那是发生在某个黄昏的事儿，一个家将于罗生门下避雨，宽广的门檐下，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仅有一只蟋蟀趴在朱漆斑驳的硕大圆柱之上。罗生门位于朱雀大道上，本该有几个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会来这儿避雨，可现在却只有他独自一人。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就非常阴森，很压抑。他写的是什么呢？是古时候的京都，就在2、3年中，京都连年灾祸，又是地震，又是台风，又是火灾，又是饥荒，民不聊生。这书里面就有一个细节说，古籍记载还曾经发生过将佛像与佛具击碎，就把佛像打碎，沾着朱漆或金银箔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火卖的事情。这讲的是什么呢？佛像是什么？是人们心中的信仰。如果连佛像都能够打碎了，却烧火当柴火来卖，说明什么呢？信仰崩塌。就在这个时候，整个的京都都非常荒凉，世道已经混乱到什么地步呢？人心已经发生了变异，所有恐怖的事情都变成理所应当的，这个气氛就很压抑了。所以大家看了以后就会说，天哪，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开满樱花的京都吗？
鲜明的张力就在这个时候显现了，对吧？所以我们说，生命就是这样，它是硬币的两面，有善必有恶，有光明必有阴暗。我们看看罗生门中究竟在提醒我们什么？就在这样一个不祥的气氛的引导下，作者写道，罗生门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代表着威仪、代表着信仰、代表着祥和的地方，但是当京都城已经败落的时候，罗生门就更加无人问津了。墙倒众人推，狐狸和盗贼趁机入侵，最后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就被人拖来，丢到罗生门附近。夕阳西下的时候，气象阴森，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成群的乌鸦飞旋在罗生门的上方。你看，久而久之，这个被大家习惯了扔尸体的地方，就是罗生门。就在这里，罗生门从一个代表着威严和气派的大门，变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谁也不敢走到这附近了。那么就在这么恐怖的情景中，一个家将来到了罗生门的城楼下。家将就是那种贵族家里的仆人，在这个时候说他是家将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前几天他被自己的主家给解雇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失业的人，穷困潦倒，他也没有什么亲人投靠，所以走投无路。他完全不知道以后该如何维持生计，所以这里家将想他的未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认为除了去当强盗，好像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就在这里，我们看得到家将内心的一个想法，我心里明白，只有不择手段才能寻到活路。然而除了当盗贼，别无他法。这条路子理所当然地摆在眼前时，他却怎么也拿不出勇气来积极地予以肯定。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一个家将，他在乱世中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那这个时候，他该如何选择？你可以把它对应为我们生命中很多重大的时刻，叫山穷水尽疑无路。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去危害别人？你会不会做出违背自己道德底线的事情？你会不会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说我没有办法？家将就陷入到了这样的境地。他虽然觉得我好像只能去当盗贼了，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在提醒他说，没有勇气，好像也不能这么做。这个声音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善念，他仅存的那点善念。在家将出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十足的勇气去当盗贼。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就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让我们看见家将是怎么发生变化的。一天夜里下起了暴雨，那家将为了能够遮风避雨，他不得已就逃到了罗生门的里面。当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去，他其实也觉得很恐怖，这地方到处都是死尸，然后就是啄食那些尸体的乌鸦，一个活人都没有，他觉得好害怕。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家将像壁虎一般蹑着脚，好不容易才爬上陡峭梯子的最高层，他尽可能地俯下身子，伸长脖子，提心吊胆地往门楼里窥探。他朝罗生门里一看，忽然发现一片的尸体中间，腐烂的尸臭中间蹲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穿着棕黄色的和服，又矮又瘦，头发花白，像个猴子。可他当然不是猴子，她是一个老婆婆。老妪右手拿着一片点燃的松明，这个人竟然在注视着一具尸体的面容。那个尸体的头发长长的，多半是一具女尸。你有没有觉得我在讲一个悬疑推理剧，对吧？他到底在干什么呢？家将也不知道。不过在这么诡异的情况下，这个老太太肯定没干什么好事儿，不仅不是好事儿，八成还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儿。当家将做出这样的判断，他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那么家将的心里油然而生的是什么呢？是正义感。刚刚他还在犹豫，我走投无路了，要不要去当盗贼？可是忽然发现有人可能正在干坏事儿，搞不好是一件又大又坏的事儿。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正义感爆棚，一下子跳出来，然后拔出刀，站在那个老太婆的面前，就大声地质问这个老太婆，你到底在干什么勾当？那时的老太婆突然看见一个人跳出来，拿刀对着她，大吃一惊，犹如惊弓之鸟般跳了起来，而且差一点就被尸体绊倒了。结果家将一把抓住老妪的胳膊，硬是将她按倒在地，那胳膊就像是鸡爪子一般，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说明这个老太婆也是个穷人。那家将摁住这个老太婆之后，她显然在力量上面占优势，她道德上也占优势，大声地说，你在干什么？从实招来，不说我就砍了你。
老太婆双手直哆嗦，气喘吁吁地耸动着肩，两眼睁得大大的，眼珠子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一般，却像是个哑巴，执拗的不肯说一句话。她是被吓坏了。这个时候，家将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转折。他突然意识到，这个老太婆的生死完全取决于我，我要她死，她就得死。你想想看，一个仆人，他原来过的什么日子？他可能从来都没有被人好好对待过，他总是被呼来喝去，他从来不能主宰别人的命运，他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一旦主人解雇了他，这个人就走投无路了。可是此刻，他抓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老太婆，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那个人是邪恶的，而且他有权利，让他生就生，让他死就死。那么家将就产生了得意洋洋和心满意足的情绪，他完全忘记了不久之前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做强盗，还在那里左右为难。他认为自己此时就是一个高大的和一个高尚的人。然后老太婆就哆哆嗦嗦地告诉江，她在干什么呢？她在拔尸体的头发。她把那个女尸头上的长长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拔下来，要干什么呢？要做假发，拔死人的头发来做假发，这当然是一件很缺德的事情。然后老太婆说，可是没法子，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要被饿死了。而且老太婆接着补充说，这个女人活着的时候，我是认识她的，她在活着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说，她就干过一件坏事儿，她把蛇切成好几段，冒充干鱼卖给别人。你看她卖假冒伪劣产品，如果她不是得了瘟疫死掉了，她也不是个什么好人。所以她死了以后，我就拔她的头发，就好像我用恶行来惩罚一个恶人，这算不上什么坏事。况且我为什么作恶？因为我没法子，不这么做我也会饿死。那老太婆唠唠叨叨的这么一番话，这是一番解释。请问一下亲爱的书友，你们此刻对这个老太婆是什么样的感情？你会认为她情有可原吗？你会认为她也有不得已的那一面吗？你会认为说她也没有十恶不赦？那你是怎么想的呢？家将就站在这里听着老太婆唠唠叨叨，他的心里竟然渐渐地生出一种勇气，而这个勇气是前所未有的，是这个家将走到罗生门的城楼之前，想要当强盗却没有的那种勇气。老太婆说，这个女子卖的鱼干在军营里还大受好评，其实她卖的是蛇肉干，对吧？我也不觉得这女子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要是不这么做，也只能等着饿死，都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我现在做的事儿，自己也不觉得是为非作歹，只不过是不这样就会饿死的求生之法罢了。我想深知此道的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当听完这段话之后，家将就不再为饿死或者是当强盗这一点犹豫不决。此刻他几乎连饿死的念头都已无影无踪。家将就问了一句话，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可以作恶，而且我不认为那个就是十恶不赦，也不认为我是在为非作歹，真的是这样吗？然后家将向前跨出一步，抓着老妪的衣襟，他咬着牙说，那就算我剥了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怨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了。说话间，家将就快速地把老太婆的衣服剥下来。老太婆来纠缠他，他一脚把这个老太婆粗暴地踹倒在尸体上，然后家将夹着抢来的棕黄色的和服，一溜烟的就沿着梯子爬下去，消失在夜色中。不一会儿，像死去似的老太婆光着身子从一堆尸体中坐了起来，她发出了哼哼唧唧的声音，是被踢痛了。然后她四下张望，外面只是黑沉沉的夜，而家将的下落无人知晓。那这是很短的一个故事，对吧？就这样结束了吗？对，家将消失在了茫茫的黑夜当中。那芥川龙之介就是写了这么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家将，他只是有点倒霉，但良心未泯。可是在罗生门里面经历的这么一系列的事情，就让他彻底蜕变成了一个恶棍。你说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他只是没办法，他无非是抢了那个老太婆的衣服，那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只有一身和服了。如果这个老太婆有首饰呢？如果她有很多的珠宝呢？再如果这个老太婆的肚子里面有一颗珍珠呢？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将会做什么？我可以抢她的衣服，我是不是可以抢走她的耳环、项链？我甚至剖开她的肚子，取出可以带给我财富和利益的珍珠，这一切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所以一个人最终展现出来的丑陋、自私和阴暗的人性，就是一念之间，一念之恶，他就得到了放大，就堕入了深渊。我们不难发现，在罗生门里，芥川龙之介对于人性的洞察让人不寒而栗。其实想一想，中国的古人也有一句话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什么意思呢？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好事，你就不做它。比如说，那油瓶子倒了，你服不服？有人说，这么小个事，值得我做吗？莫以善小而不为，只有一点一点小小的善事情，积少成多，你的内心才会光明和温暖。莫以恶小而为之。比如一个流浪猫走到你的脚跟前，你嘣一脚把它踢走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小小的恶事，可是小小的恶积少成多，心理上的黑暗和阴影就抹之不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家里头有经验的人会提醒她说，你多从细节上观察她，来发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值得信任，是不是值得托付。所以在对待人性上面，芥川龙之介有着一种非常彻底的清醒。他绝对不是说，因为你走投无路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了，你做的恶就不称之为恶。好多人现在就是这样，手一摊告诉你说，我没办法。什么叫做没办法？没办法可以杀人吗？没办法可以谋财害命吗？没办法可以不负责任，跌破底线吗？人之所以为人，一定要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在芥川龙之介这里就叫做罗生门。跌破这条线，你就堕入到了恶的深渊。那这是原著《罗生门》中的故事。那我们来看看黑泽明拍的那部电影《罗生门》，他获过很多的大奖，到现在来看，我依然觉得非常牛。可是那个电影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好多人了解到这个名字是因为黑泽明的那部电影。1950年，黑泽明拍了《罗生门》，他用这部电影解释了到底什么是罗生门。那他也凭借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影展上获得了大奖。在1990年，他又成为了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亚洲电影人。我们去看《罗生门》这部电影，它只有88分钟，它是关于一宗谋杀案。这部电影和小说《罗生门》非常不一样，一样的部分是名字，不一样的部分是什么呢？不一样的部分是黑泽明其实糅合了芥川龙之介的另一部小说来拍了这部电影，那部小说的名字叫做《竹林中》，也是短篇小说。所以应该说，黑泽明的《罗生门》是把芥川龙之介的2个短篇小说糅合在了一起，然后起了罗生门这个名字。那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关于一宗谋杀案，凶手到底是谁？真相又是什么？真相背后的人性究竟又是什么？在人性的面前，真相又算得了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在这部电影里面讲清楚了。故事的开始就是一个杀人事件，一个过路的强盗杀死了一名武士，他还强暴了武士的美丽妻子。这件事被一个过路的樵夫发现了，他只看到了武士的尸体，所以樵夫就慌慌张张地报了案。但诡异的是，当审判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当事人讲的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每个人都各有说辞，而且每个人的说辞竟然都无懈可击。强盗怎么说呢？强盗说，我和这个武士激战了20多个回合，光明正大地杀死了武士，就是决斗，我赢了，我夺取了他的性命。然后因为我的英雄气概，这个武士美丽的妻子就迷上了我，然后自动的愿意做我的战利品，他就把他的身体献给了我。那么把武士美丽的妻子叫来，他就承认说自己是被强盗侮辱了。但在他看来，被强盗侮辱这个事实是引发了一桩血案，就是当他被强盗侮辱的时候，她的丈夫这名武士竟然非常的冷漠和懦弱，他不仅没有为自己的妻子报仇，反而对妻子所受的屈辱视而不见。结果武士就不干了，武士的灵魂就返回人间，附在一个巫女的身体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那武士的版本是什么呢？他说，强盗当着我的面强奸了我的妻子，可是谁能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恬不知耻，就想从此跟随这个强盗。而且他要求强盗一不做二不休，说你如果想跟我长久的在一起，你干脆就杀掉我的丈夫。所以武士悲愤交加，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他是切腹自尽的，并没有死于强盗的刀下。听了以上这几个人的说法，我想请问，到底谁说出了真相？
听起来都很合理，对吗？都有自己的逻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了实话。最终报案的樵夫，他说出了自己看到的一切。那樵夫眼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就是强盗看见武士的妻子如此美丽，他就起了坏心，他跟随他们，强暴了武士的妻子，还要胁迫这个女人跟着自己一起离开。武士的妻子左右为难，最后干脆就唆使武士和强盗决斗，最后武士死在了决斗中。那么樵夫为什么开始不说出真相呢？因为一把刀，武士有一柄非常华丽和珍贵的短刀。樵夫看见了武士的尸体的时候，这把短刀就扔在现场。樵夫贪财，把这把短刀偷偷地拿走了，所以他就不肯说出真相，就是为了把这个刀昧下来。所以樵夫也是有私心的。那么所有的人其实都有私心，强盗想要掩饰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卑劣。他用下流的手段跟踪人家，然后设计把武士绑起来，后来强暴人家的妻子。而武士的妻子想要掩饰的是什么呢？是自己失去了清白，是自己的恶毒。那武士想要掩饰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怯懦和自己失去的荣誉。所以他们和樵夫想要掩饰自己的贪婪是一样的，这就是人性。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最利于自己的那个结果。我们常常说真相只有一个，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当各说各话的情况下，真相究竟能不能浮出水面？所以黑泽明在《罗生门》这部电影中一开始就表达了一个消极的态度，就是这一次或许我不再信任任何人了。所以导演黑泽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同样一件事，却有好几份不同的证词。那么显然有人说了谎，那人们为什么要说谎呢？他认为人不敢面对真正的自己，这句话很重要，人不敢面对真正的自己，所以就会引发各种各样奇怪的故事和人心难以理解的事情。古希腊的一位雄辩家就曾经说过，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自我欺骗更容易的了，因为人总相信自己所希望的，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介意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真实的情况是他对你的孩子不好，可是如果你想要取悦这个人，你就会劝你的孩子说，其实他是为你好，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这就导致了罗生门的故事在人世间层出不穷，不管是武士、美丽的妻子、强盗还是樵夫，在这部电影里，他们所珍视的价值都在那个竹林里面被击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现实中那个自己都不喜欢的自己，所以只好用谎言掩盖真相，欺骗自己。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黑泽明和芥川龙之介是有部分的共鸣之处，就是他们看到了生活在不安的时代之下，那些小人物的悲剧。就是相比地震、洪水这些可怕的天灾，真正的人祸是更加极致的恶。罗生门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作为那部电影，它的内容都不长，但是理解起来却还是要费一番力气的。它非常深刻，所以就在电影《罗生门》的开头，黑泽明非常懂它的核心。他让那个樵夫一开头就讲说，我一点都不明白，我真是不明白，我从未听说过如此奇怪之事。然后我们把电影也看完了，把小说也看完了，可能我们也觉得不明白，人世间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罗生门的现代性。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儿，有些事情相同，有些事情不同。相同的点是，人们总是在言论之间说出有利于自己的话，人们也总是有难以面对真相的时刻。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说不理解和不明白，不敢相信的时候，我们究竟不相信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还是要到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里面去找一下答案，就是那部被贴了罗生门的标签，混装在瓶子里的小说《竹林》中。芥川龙之介的这部作品非常短，我是在看了黑泽明的那部电影《罗生门》之后，倒过来又来找《竹林》中细读，非常精彩。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在罗生门，就是日本京都的正南门，那里的鬼还会因为害怕人类的凶残而逃跑。你看，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凶杀案，凶杀案中牵扯到了7位讲述者，他们讲了同一件事儿，但是剧情完全不一样。这个故事其实教会我们3件事。第一件事叫做没有绝对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看这7个证人。第一个是一位砍柴人，他发现了那个尸体。他说，是的，那尸体是我发现的。今天我按照每天的习惯到后山去砍杉树时，看见山后的荒草地上躺着那个尸体。
这个尸体就是那名被杀的武士。然后砍柴人说，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没有刀。那接下来就有一个行脚僧出来作证，他说这个现在已经成了尸体的人，我昨天确实见过。他见这个人的时候，这个武士骑在一个马上，和他一起的是一个女子。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呢？这个行脚僧没有看清楚，但是通过他的描述，我们能够发现，这一男一女是个出身比较高贵的人。那接下来就有一个捕快来作证说，我逮住这个人，他确实叫多香丸，一个有名的强盗。我逮住他的时候，他正从马上跌下来，在一个石桥上呜呜的叫痛。然后这个捕快就认为，杀人的凶手一定是这个多香丸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武士身上曾经佩戴的一些弓箭，还有一些物品，就死者的一些东西，就是在多香丸身上找到的。而且这个多香丸口碑一直不好，在京师大盗中他是出名好色的，去年还杀死过一个女香客和一个小女孩。所以他的证词就说他就是个恶人，所以凶手一定是他。那接下来有一个老婆子来作证，这个老婆子是谁呢？她说，是的，这个被杀死的人是我女儿的丈夫。然后他就讲了他这个女婿的身份，他名叫金泽之武弘，是武士，26岁，性情温和，不幸却得了这样的恶死。然后这个老太太的女儿又是什么人呢？我女儿名叫真莎，19岁，是一个有丈夫气的好强的女子。除了武弘之外，她没有别的男人。她脸色微黑，左眼角有一个黑痣，小小的瓜子脸。然后这个老婆子就哭了，她说，最可恶的是这个叫多香丸的强盗，他不但杀了我女婿，还把我女儿……后面就是哭声。那接下来就是多香丸的口供，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人是我杀的，但我没有杀女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的到哪里去了。不管你们动用什么样的刑罚，我不知道的事我还是不知道。然后他就讲了，他是在路上看到了这一对夫妻，结果风刮过那个女人的帽子，他一眼看见这个女人就走不动了。我觉得这女子好像一位观音，立刻动了念头，一定要搞到这个女子，即使要把男的杀死也干。真正的恶人可能就是这样，他觉得女人像观音一样，可是他不是去拜一拜，他是动了邪念，为了他杀人也可以，这就是大恶之人，毫无任何敬畏之心。他说，杀一个人在我是家常便饭，并不如你们所想的算一件大事。接下来这句话很厉害，多香丸作为一个强盗，十恶不赦的混蛋，他说，不过我杀人用刀，你们杀人不用刀，用你们的权力、金钱，借一个什么口舌，一句话就杀人，当然不流血，人还活着，可这也是杀人。这是一句惊人的话，人间的恶行不仅仅是要流血的。那这个多香丸就讲，我要杀人，便堂堂正正的杀。他怎么杀的呢？他先跟踪这一队人，然后把这个武士，他认为我武艺高强，我打败了他，把他绑在了树上，然后我就去强暴了他的妻子。然后接下来，我不想杀死那个男人，可是那个女人却发疯似的拖住我的胳膊说，你死或是我丈夫死，两个人必须有一个得死，我不能在两个男人面前受这样的侮辱，这比我死还难受。两个人中，我跟活下来的那一个。他说这是武士的妻子要求的，然后他又非常兴奋，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性子很烈，他就把武士身上的绳子解下来，说我们决斗吧。最后在决斗中，他杀死了武士。可是那个女人，她说不知道，我杀死了武士之后，这个女人就跑掉了，不知道去哪儿了。那接下来就有了到清水寺来的一个女人的忏悔，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了，对吧？你猜对了，就是那个美丽的武士妻子。她去忏悔，她说，那身穿蓝黑绸衫的男人将我强奸之后，回过头去嘲笑捆在树上的我的丈夫。我丈夫十分难堪，使劲扭动自己的身子，可是身上绳子越勒越紧。接下来这个女人就说她想要去救自己的丈夫，可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受到了侮辱，她已经不再清白，所以她的丈夫就蔑视她，踢她，拒绝她，远离她。女人非常痛苦，说，丈夫，事已如此，我不能再跟你一起生活了，我决心死，不过你也得死，你已经见到了我的耻辱，我不能把你独自留在世上。然后这个妻子去找了一把小刀，对准这个丈夫的心口，说，我要杀了你。
因为你看见了整个不堪的事情，我活不了了，你也别活。这个丈夫就轻蔑地说，杀吧。接下来，女人就把她的丈夫杀死了。然后女人尝试自杀，竟然下不去手。她用了很多方法想要自杀，都下不去手。最后她就逃跑了。女人的忏悔是说，我太懦弱了，像我这样无用的人，我不知观音菩萨会不会怜悯我，我已经失身于强盗，我不知如何是好。说着就很剧烈的痛哭起来。你们觉得很意外，对吧？接下来来了一个巫婆，这个巫婆发出了死者亡灵的声音，就是那个武士的声音。武士借着他的身体来告诉大家真相究竟是什么。武士的说法是这样的，那个强盗强奸了我的妻子，然后就坐在那儿跟我的妻子聊天，安慰她。那个强盗就跟我的妻子说，你已经失身了，再不能同丈夫和好，你跟他去，还不如当我的妻子好，我会好好待你，我去规规矩矩的劳动。接下来武士说，妻子听着，茫然地抬起脸来，我从没见过我妻子这样美丽，可是这美丽的妻子，你猜猜她对强盗如何回答？我妻子确实是这样说的，那就随便跟你上什么地方去吧。武士在讲，妻子当着他的面背叛了他，决定跟强盗远走高飞。那么在两个人决定走之前，妻子突然指着捆在树上的武士说，把这个人杀了，他活着，我就不能跟你一起走。武士接着说，听了这话，连强盗也大惊失色了。把他杀了。妻子就开始尖叫，他竟然因为到底杀不杀武士这件事儿，跟强盗发生了争执。强盗一脚把妻子踢倒在落叶上，说，这女人怎么回事儿？你要死要活？你点点头，杀不杀？结果他的妻子忽然大叫一声，就朝着丛林深处跑了。强盗决定去追他，就把武士身上的绳子割断了一截，说把你交给命运。强盗也就走了，武士就挣脱了绳子。因为尊严，武士就拿着妻子丢在现场的那把小刀，刺入了自己的胸口，所以武士是自杀的。那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芥川龙之介通过非常巧妙的安排，他一直在挑战我们的智力。你愿意相信谁说的是真相？我只能这么问。因为如果你要追究说到底哪个才是绝对的真相，对不起，没有。而且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在很多那种刑侦类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中，那些法医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死者是不会说谎的。大侦探也都这么说，对吧？但是芥川龙之介在《竹林中》这个小说里安排了一个更加精巧的设计，那就是死人也是可以说谎的。最后当武士的灵魂通过巫婆的嘴说出现场发生的一切，他是说了真话吗？并没有。所以芥川龙之介让我们知道了，只要死者有机会开口，他就会说谎。明明是一桩谋杀案，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都尽可能地塑造了自己比较高大的形象，或者值得同情的一面。不管他们是怎么来解读这件事的，真相就是隐藏在每个人的私心之下。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欲望而说谎。那武士最后的还魂，就把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部分，也让罗生门这3个字符号化。那一般的罗生门事件，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摩擦、小事件，那总有能够说清楚的那一面，当事人各执一词，无可厚非。但是在电影《罗生门》和小说《竹林中》中，连死去的人也活了过来，想要参与争论，而且连死去的人复活过来之后，竟然也要说谎，可见谎言竟然可以超越生死而存在。那么第3点是什么呢？是旁观者清。这句话也不一定对，旁观者也不一定清，对吧？我们作为小说的读者，我们心里很清醒吗？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可是作为那整个事件中报案的那个樵夫、砍柴人，他有没有说谎呢？所以他又抛给了我们一个终极问题：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那么旁观者究竟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所以看完这一切之后，你说他到底要讲什么呢？我的个人感受就是，恶是会传染的。如果认为人人都在作恶，那么我做一点小恶又怎么样呢？这就是拿别人的罪恶来掩饰自己的罪恶，然后就给自己找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懦弱、不勇敢和私欲。那这样的状况就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眼前的世界里面发生。那芥川龙之介的生命底色是什么？是善。一个有善念的人，他才对周围的恶非常灵敏，他难以容忍。罗生门，
有人说他写出了人性中极致的恶，说我都不愿意听，我也不愿意看这个故事，太可怕了。可是我们得知道，真正的地狱在人心，这一定是存在的客观事实。那读完芥川龙之介所有的小说，我的看法恰好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我不认为芥川龙之介写了那么多的恶，他就会认为作恶是容易的，根本不是这样。他恰恰认为生之艰难，我们想要保持善良，对那些作恶的人或者是沦落的人，他一直非常悲悯。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父子的贞操》，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到芥川龙之介性格中那个特别温柔的那一面。父子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因为战争即将到来，所以父子的一家就搬迁了。结果他在走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有一个猫叫三毛，这个猫没有带走，丢了。父子就不忍心把这个猫丢下，又折回来找这个猫。父子折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有一个流浪汉就叫花子老辛，他是一个很粗鲁、非常这个俗气的男人，特别有力气，干坏事。这样的一个男人就在他们家寄居，那个猫就被这个男人拢在身边，他抚摸这个猫。结果老辛一看见父子，就说她很漂亮，他就调戏父子。那么老辛就跟父子说，你看我救了你的猫，你应该报答我。然后父子说，我怎么报答你？他说，把你的身体借我用一用。结果父子怎么都不肯同意，老辛就拿着枪对准那个猫咪，说，你要是不肯，我就打死它。那父子应该怎么选择呢？我给大家读一下。老辛冷冷一笑，不让我开枪，就得依我。父子莫奈何，嘟囔了一句，却突然站起来，像下了决心，跨出几步走到茶间去。老辛见他这么爽气，有点惊奇。他只听见在旁边的茶水间里，父子解去身上的小仓带，身子躺倒在席子上的声音，以后便没声响了。老辛迟疑了一下，就走到微明的茶间，就看阿父独自仰身躺着，用袖子遮了脸。这句很动人，就是阿父根本不愿意委身给这个粗鲁的、肮脏的男人，所以他用自己的袖子遮着自己的脸，可是他又迅速地把自己的衣服都脱掉了，就是交给你处置。为什么？为了救那只猫。接下来特别有意思的是，老辛一见这情景，急忙像逃走似的退到厨房间，脸上显出无法形容的既像险恶又像害羞的奇妙的表情。他忽然发出苦笑来，说，只是给你开开玩笑的，阿父姐，开开玩笑的，请你出来吧。老辛竟然放弃了在这个时候占有父子的身体，而且他觉得难为情。过了一会儿，阿父怀里抱着猫，手里提把雨伞，他要走了。他就跟老辛聊天，然后老辛不好意思地说，阿姐，我想问你。问什么？不问别的，一个女人失身是大事，可是你阿父姐为了救一只猫，就随随便便答应了，这不太那个吗？这是小说中的原话。这老辛有点难为情，可是老辛特别想知道，阿父你是怎么想的呢？阿父轻轻一笑，摸一摸怀中的猫，老辛就问他说，你那么爱猫吗？阿父就侧着脑袋，眼光望着远处说，我不知怎么说才好，那时候总觉得不那样总不心安。过了一些时候，就只有老辛一个人坐在这里了。阿父走了。阿父是个善良的女孩，她不顾战争中颠沛流离，到处都动荡不安。她回来要带走那只猫，然后她又愿意为了救那只猫献出自己的身体。那老辛一看就像是一个坏人，下流、苍老、粗鲁，欺负弱小。他就是一看见阿父的年轻美貌，就动心了。可是当阿父真的为了猫愿意委身于他，那老辛却突然迟疑了。为什么？他内心的善良还是占了上风。这个善良让他觉得难为情，包括他最后没话找话的跟父子说，你不觉得太那个了吗？你值得吗？可是对于父子来讲，我根本没想什么值不值得，我只是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看着你把那个猫咪打死，我会不安心的，所以就这样了。这都是非常真实的描写，它里面任何的这种解释，什么高大全的标签都没有。但就在这段描写中，我们会发现人性中那个特别温柔、脆弱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这个细节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芥川龙之介是爱这个世界的。即便这个世界中有一些人们难以想象的恶，但是人还在努力地维护心中那一点点的善，一点点的温柔和不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心吧。今天就到这里，喜欢这样的内容也请订阅频道，这将对我有很大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